公元前210年，中华文明史上最昂贵的一份资产停止了运转。为什么我们要盯着这一次死亡？因为随着它心跳停止，这片土地刚刚建立的一套全新逻辑瞬间失去了唯一的管理员。我们必须先理清一个概念，征服六国靠的是拳头，但天下一统靠的是想象力。在它之前，这片土地上的人大脑里只有诸侯，没有帝国。那时候田畴一亩，车途一轨。楚国人不懂赵国的话，齐国人不用秦国的钱，人们觉得分封而治就像日月惊天一样自然。要把这几百年分裂的一盘散沙强行捏成一块花岗岩，这在当时的人看来不仅是不可能的，甚至是违反天道的。从0到1永远是世界上最难的事，因为没有任何先例告诉你0的后面竟然还有1。但他做到了，他做到了6王毕4海一。他不仅从物理上消灭了国界，他更是在几千万人的大脑里强行植入了一套海内为郡县，法令由一统的操作系统。自他之后，这片土地上所有的统治者，无论出身草莽还是贵族，他们的终极 KPI 只剩下一个：天下一统。是他把这个概念刻进了6国人乃至后世2000年里无数人的血液里，变成了不可逆的出场设置。但谁能想到，这个试图为万世立法的巨人并没有死在庄严的阿房宫，而是死在了一条流浪的路上。始皇恶言死，群臣莫敢言死事。他为什么会在沙丘？因为恐惧。晚年的始皇陷入了对死亡极度的焦虑中，他不停地巡游，名为视察天下，实为求仙药。他不想死，他觉得这个庞大的帝国离不开他这个超级管理员，他必须活着，系统才能运转。但他偏偏走到了沙丘，这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。当年的赵武灵王，那位胡服骑射的雄主，就是在这里被活活饿死的。7月丙寅，始皇在沙丘平台驾崩。此时距离咸阳还有1000多里，车队里藏着巨大的变数。这不仅是一次皇权的交接，更是一次对帝国人才库的残酷审计。为了掩盖祖龙死的事实，那个叫赵高的中车府令买来了1石鲍鱼，他把这些发臭的死鱼堆放在皇帝的尸体旁，置鲍鱼1石，以乱其臭。这是大秦帝国崩塌前最讽刺的一幕隐喻。车同轨，书同文，威加海内。而这庞大帝国的最高主宰，最后的终局竟然是与一堆烂鱼为伍，在密不发丧的谎言中慢慢腐烂。在这辆充满腥臭味的温良车周围，握有筹码的人其实只有3个。糟糕，系统的病毒，不要被电视剧骗了。赵高不是那种只会阿谀奉承的废物，能做到中车府令，掌管皇帝专车与机要，必须是极其干练的技术官僚。实在他体魄高大，强力善变，而且是那个时代顶级的书法家和律法专家。正因为他精通刑法，他才更懂得如何利用法律的漏洞杀人。他是这个系统里最危险的 root 用户，他手里拿着皇帝的玉玺，控制着皇帝的物理移动。蒙恬，帝国的壁垒。此时远在上郡的蒙恬是秦帝国的武力天花板，却匈奴700余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手握30万精锐长城军团。如果这是一个靠武力说话的世界，蒙恬一只手就能捏死赵高。但很遗憾，在大秦的系统里，他是被锁死的，没有虎符，他只是一个被架空的巨人。扶苏，被拒绝的补丁。扶苏是谁？他是始皇的长子，也是大秦帝国唯一的系统补丁。他看到了秦法过于刚硬，容易折断，所以他主张天下初定，当辅之。他想给这个冷酷的机器加上一点润滑油，但始皇拒绝了这个补丁，因为在皇帝看来，这是否定了他一生的路线。于是扶苏被发配边疆。如果扶苏登基，蒙恬伪将，大秦会怎样？这几乎是完美的文武双核配置。大秦会从战时体制平稳过渡到休养生息，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第二帝国。但历史没有如果，因为赵高决定利用系统的 bug 把这2位顶级精英全部格式化。在烂鱼的腥臭味中，赵高先搞定了无脑的公子胡亥。那太简单了，只需要许诺享乐2字。难的是李斯。李斯是大秦丞相，是这个国家制度的设计者，他有脑子，有地位，有逻辑。赵高与李斯在沙丘的这场对话是中华5000年权谋史上的巅峰。赵高没有废话，直接对李斯发起了灵魂3问：君之才，孰与蒙恬？你的才干比蒙恬如何？君之功，孰与蒙恬？你的功劳比蒙恬如何？长子救而信之，孰与君？扶苏即位，是信蒙恬还是信你？这3个问题像钉子一样钉死了李斯。斯仰天而叹，垂泪太息。他太清楚了，扶苏是仁，蒙恬是忠，这2人一旦上位，法家的严刑峻法会被修正。他这个酷吏头子，轻则告老还乡，重则身首异处。李斯不是坏，他是怕。他是仓中属哲学信徒，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站住茅坑，有米吃。为了保住相位，这位帝国的首席架构师决定背叛自己的职业操守。他颤抖着在伪造的诏书上盖下了丞相的官印。
这一刻，大秦的防火墙彻底失效，中车府令的机要权加上丞相的行政权，大秦帝国的最高权限被完整窃取了。诏书送到了上郡，内容很简单：赐死扶苏，赐死蒙恬，父而次子死，上安父亲。扶苏看完诏书，转身就要自杀。很多人说扶苏傻，蒙恬也劝他诈伪未可知，父请之。万一是假的呢？能不能复核一下？扶苏为什么不复核？因为他看到了李斯的印章。作为政治家，扶苏在那一瞬间读懂了棋局。这不是父皇一个人的决定，这是内廷加上外朝的联合绞杀。整个中央政府都已经达成了杀他的共识。如果他反抗，他就是叛贼。30万大军的家属都在关中，谁会跟着他造反？君叫臣死。这不仅仅是道德绑架，这是秦制的核心算法。作为这个系统的备用管理员，扶苏深知系统的刚性，他无法反抗自己父亲建立的这套逻辑，他拔剑自刎。合法的程序执行了非法的杀戮，这就是秦制最恐怖的地方。只要掌握了那个红色的印章，魔鬼就可以大摇大摆地穿过正义的门廊，把忠良屠杀殆尽。赵高和李斯没有破坏法律，他们只是使用了法律。扶苏倒下了，蒙恬随后被囚，吞药自死。临死前，这位战神说了一句极度悲凉的话：“我何罪于天，无过而死乎？”然后他又自嘲：“田罪孤当死矣，岂临桃蜀之辽东，成堑万余里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？我修了1万里长城，一定是挖断了地脉，遭了报应吧？不，蒙将军，杀你的不是地脉，也不是鬼神，杀你的是赵高的贪婪和李斯的恐惧。”沙丘的腥风散去，大秦帝国在短短3年后轰然倒塌，阿房宫变成了焦土，兵马俑被埋进黄土，甚至连秦这个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变成了暴政的代名词。看似大秦彻底失败了，它像一个因算法过于激进、缺乏安全阀而过热烧毁的测试版主机。但历史跟我们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，那个推翻了暴秦的汉朝，那个曾经痛骂始皇的刘邦，在坐稳天下后悄悄捡起了始皇留下的所有图纸，汉承秦制。除了把皇帝换了个姓，这套系统里的每一个零件，郡县制、官僚制、户籍制、法律逻辑都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。始皇输了当下，却赢了未来。他的肉体死了，大秦帝国亡了，但他编写的这套帝制源代码却完成了上传。他不再依赖某一个具体的君王，他变成了一种无形的重力。在此后汉、唐、宋、明的漫长岁月里，这套系统反复运行。不管这片土地经历多少次战乱、更迭、异族入侵，这套代码总会自动重启，把这台国家机器重新组装起来。赵高杀死了秦朝，但他杀不死这套秩序。公元前210年，那辆温良车里的尸体虽然腐烂了，但在那之后的2000年帝制时代里，每一个穿上龙袍的君王，每一个跪在殿前的臣子，其实都活在他的阴影里。他赢了，他以一种他自己都未曾预料的方式，实现了真正的2世3世至于万世，传至无穷。